大家好，稻子收割后呢，这个季节的稻梗收集起来，在夏天用来种菜，可以有很好的保湿效果啊。为何强调这个季节的原因呢？是因为现在稻子收割时，除非有特别交代啊，不将稻梗切碎，要保留下完整的稻梗啊，不然割稻机通常就是将稻梗切碎，方便翻土时拌入土里啊。而下一季节的稻梗呢，很多都会留下完整的稻梗，用来种植大蒜或蒜头时覆盖使用啊。而这个季节切碎的稻梗，除了容易装袋收纳呢，收集稻梗天气凉爽也会比较轻松啊。稻梗的用途其实很多啦，端看如何使用。反正就是轻松闲聊，就来看一下隔壁小黑的行为啊。隔壁小黑从小就很贴心啊，虽然叫他过来，但他看到人在忙时，就会先在一旁等待啊。除非放下手上的工作，不然虽然想要玩，也不会打扰啊。而他真的是可以看得懂非常多指令啊。叫了拿瓦回来呢，他就直接往自己家里看了，因为拿瓦跑去他家闲晃啊。回到收集稻梗这件事哈，其实若是想要稻梗，跟稻田里的农人要，通常不是问题呀。而收割完，农人还是偶尔会出现在稻田里啊，因为现在这个时间点，有的稻田正在重新修整田埂啊，这个季节晒田的时间会比较久，等到要进行翻土前呢，农人还是又会出现在田里啊，因为很多稻田的边边角角需要使用人工下去挖啊。反正想要稻梗，有问就有机会啊。客气一点问，应该是蛮容易的啊。不过出发前记得多带几个大袋子，稻梗很轻啊，但却很吃空间啊。装袋时呢，可以压得紧密一点。过往都是隔壁婶婶会主动堆砌一些稻草啊，方便给我种蒜头使用啊。在乡下农作之间有来有往，算是非常平常啊。感觉他种的果树反应呢，觉得地底可能有线虫，我也直接挖一点青葱去帮他把附近种一下，看能否改善土壤的状况。而现在需要收集碎稻梗的原因，则是覆盖稻草后的蒜头呢，长了很多草啊。除草时容易将稻草一起拉起来，这些碎稻梗反而就很容易回扑回去了。现在天气越来越热，不进行回扑的话，天气转热后呢，蒜头下的土壤快速板结不说啊，蒜叶会很快就枯萎，而导致生长期不够啊。而若是使用菜苗或是自行育苗，再进行移植呢，这些隧道梗就可以先铺厚一点，才进行移植啊。除了防止长草，也可以在冬天时帮土表保温啊。这对于地底的蚯蚓活动也会很有帮助啊。而稻草腐化产生的枯草杆菌呢，则对作物的生长会帮助不少。但若是使用撒种的方式呢，则是先进行撒种，只能薄铺稻梗，铺得太厚，草都不容易长了，菜籽发芽率自然也就不高啊。撒种又想要避免长草，
则可以采用2阶段铺设稻梗啊。等菜苗长到一定高度，除完草后，才进行加厚铺设稻梗，就会很有压抑杂草的效果啊。这实作方式与杂草溃肥的做法呢，在日后影片会进行拍摄说明呈现啊。而收集这些稻梗其实很快啦，因为割稻机会将稻梗集中卸货哈。收集稻梗时呢，建议优选稻草茎的部位进行收集啊。这位置比较粗，要当有机质的话，可以撑得比较久啊。有个说法是要当有机质，木质化的材料会更好。而收集稻梗的整个过程，有没有觉得这隔壁小黑很厉害？不管离多远收集稻梗呢，他都没有跑走了，感觉很像在帮忙看守收集好的稻梗，直到装袋完成要上来时，他才离开啊。不过惊惊也是觉得很厉害啊，他就一直远远的趴在田埂盯着看啊，真是佩服哈！谢谢收看。